2017年初的时候，美国国防部和国际媒体疯狂的讨论，因为当年的1月，中国试射了一枚可能携带10个分导弹头的新式洲际弹道导弹，并且这枚导弹的射程极远。这个消息犹如一枚深水炸弹，炸开了国际军事媒体。在这个舆论爆发的第2个月，中国国防部回应称，中国在境内按计划进行科研实验是正常的，这些试验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而到底是什么样的导弹能让国际媒体如临大敌呢？这款洲际导弹在2025年的9月3日举办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中解开了神秘的面纱，它就是打击范围覆盖全球的东风5C 型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这款中国最先进的全球打击核威慑力量有什么样的实力呢？又是如何实现全球覆盖和全球威慑的呢？本期5期讲堂和大家深入探讨东风5C 的神秘面纱。东风浩荡，威震寰宇。东风5C 洲际战略核导弹是中国战略反击体系中最先公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东风5洲际战略核导弹家族的最新型号，属于东风5B 的改进型，因此整体的设计与配置应该是跟东风5B 型号是差不太多的。整体的设计相对于东风5B 来说，有为了增加射程和现代化需求而进行了调整。从阅兵上的展现方式来看，东风5C 应该是采用固定发射井发射方式进行发射的2级构型，其整体的设计大体可以分为3个部分。第一部分是1级液体火箭发动机，主要用于将导弹从地面带离地球的大气层。第2部分是2级液体火箭发动机，用于轨道调整和加速载入大气层。第3部分是整流罩包裹在里面的战斗部，也就是核弹头。从理论上来看，东风5C 应该是具备分导式多弹头的能力。根据之前公开的数据，其可以实现超过10枚弹头的携带能力。而阅兵上展示的是只有1枚弹头。那么东风5C 为什么要选择单弹头的战斗部呢？我们先了解一下弹道导弹的打击流程。一般情况下，当导弹点火之后，1级助推火箭工作，导弹进入了推进加速阶段。这个阶段大约可以持续3到5分钟左右，可以把导弹推到大约4公里每秒的末端速度，让导弹拥有足够的速度和高度来确保进入预定的轨道。1级火箭发动机推进加速阶段结束之后，导弹一般处于距离地面150公里到400公里的高度，在预定的轨道开始亚轨道飞行。亚轨道飞行阶段一般会持续一定时间，在这个飞行期间，导弹在地球大气层外沿着椭圆形的近地轨道飞行，调整角度和弹道，开始进入无推力的亚轨道飞行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导弹飞行于大气层之外，不对外界释放出任何物质，一般是无法被敌方侦测到的。所以进入第2阶段之后，基本上已经是没有办法进行拦截了，并且此时还可以通过释放金属气球、铝箔干扰丝和全尺寸的诱饵弹头等各种电子对抗装置，以欺骗敌方雷达，准备为后续的突破敌方的封锁和防御进行准备。而在到达预定的位置之后，就进入了载入大气层阶段。此时导弹调整角度，释放战斗部进入大气层，从距离地面100公里开始计算，此时的飞行时间大约不到2分钟。国际上目前普遍的弹道导弹末端速度可以超过7公里每秒，也就是可以超过20倍音速。根据网络上的一些信息，东风5C 其极速可以达到30倍音速。此时高速飞行的弹头与空气发生摩擦，会令弹头的温度急剧升高，所以洲际导弹的弹头外表都要加有防热保护层，以保护弹头不会过热。此时的弹头是可以被侦测得到的，但是速度也非常的快。目前公开的装备中还没有任何设备能够在短短1-2分钟之内侦测到并且发射拦截如此快速的目标，并且如果此时是分导式多弹头，目标国家要研制一个能同时拦截数枚乃至于数十枚弹头的反导系统，其难度是巨大的，并且按照目前的技术来说，末端拦截基本上是无解的。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无论是多弹头还是单弹头，在载入大气层阶段其结果就已经确定了，所以单弹头多弹头的配置对于最后的结果也就没有那么的重要。但是多弹头可以针对更多的目标进行打击，东风5C 是具备分导式多弹头能力的。而对于弹道导弹能够成功拦截的唯一阶段是哪里呢？没错，那就是推进加速阶段，也就是从发射装置到导弹亚轨道阶段。目前美军的萨德系统就是针对导弹发射第1阶段进行探测预警的。这些年可以看到，美军在中国周边的日韩和一些军事基地都大范围的部署了萨德系统，其目的就很明显了。而这个时候在阅兵上亮相大量的各类导弹和东风5C， 很明显就是中国针对西方国家的这些军事部署的回应，就是向世界表明中国不会做任何战略上的让步，东风5C 就是底气之一。因为公开的肯定不是最先进的，从目前国际上的洲际弹道导弹设计来看，大多数的洲际弹道导弹其助推器都是使用的是固体燃料比较多，因为固体燃料在弹体中存放的时间较长，稳定性较高，随时都可以点火发射，所以战场反应能力会更加的出色。而东风5C 选择的是液体燃料
料。液体燃料因为性质不稳定与高腐蚀性，一般都是跟弹体分开储存的，在需要发射之前再注入火箭，而注入这个时间是相当的长，1-2个小时是有的。相对于固体燃料，这不但大大的影响了导弹的反应时间，还可能被敌方的现代化空间侦察技术发现。虽然还达不到被敌方反击的可能，但是还是会存在敌方有更多的反应时间。那么东风系列之所以选择液体燃料，我个人认为，第一个是因为固体燃料在发射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烟雾，因此在发射过程中很容易就会被侦测得到。另外，以现在的国内材料技术来看，固体火箭想要实现全球覆盖，还是有一定的续航难度的，并且咱们大多数的运载火箭都是液体燃料，因此继续使用液体燃料还可以起到伪装的作用。第二个是洲际导弹一般是作为核威慑力量而存在，只要发射，那基本就是处于同归于尽的地步了。加注时间过长，一方面可以给双方考虑的时间，另一方面是当你有意图和计划的时候，你发现东风5C 正在加注燃料，那么你会不会考虑取消即将要执行的互相毁灭计划呢？这是燃料方面。在核力量上，东风5C 的弹头需要具备超大的核当量和小型化智能设计，毕竟现代核大战讲究的是高精度打击和毁灭性打击。根据之前公开的资料，东风5系列的弹头可以实现单弹头400到500万吨 TNT 当量的爆炸威力，而如果是分导式单枚小弹头，也有100万吨 TNT 当量的爆炸威力。整体的作战精度原概率误差，外军的预测是800米左右，而范围可以覆盖全球，那就意味着单项作战范围超过2万公里了。在这么大的范围内实现800米原概率误差的打击，可见现在中国的制导和信息化能力已经非常的强悍。毕竟制导系统和实时地球物理信息对于一款载入大气层的超高音速武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些都可以为洲际导弹提供需要的重要信息。配合上导弹上面的先进处理器和集成电路，以现代化的科技水平来说，东风5C 的打击精度绝对可以做到小于800米。这也就解释了为何东风5C 简配备单弹头了，因为打击精度和制导能力提升之后，打击同一个目标需要弹头的爆炸当量可以降为原来的1/4，弹头数量也不用那么多进行覆盖，单弹头也可以实现精准的有效打击。东风5C 的整体尺寸会大很多，其战斗重量大约是180吨，直径为3.35米，长度应该超过了32米。这么大的尺寸，要是进行移动发射车进行发射还是有难度的，所以选择导弹紧陆基发射就自然而然的了。在当今的国际局势下，中国的导弹力量已经强大到美国及其盟国都难以应付的地步，并且型号多，各类用途的导弹应有尽有。基本上咱已经具备了陆地、空中和海上全方位的围攻外军所说的封锁中国第一岛链的能力。就算有先进的探测拦截系统，咱们都能用足够的弹药实施饱和式的攻击和反击。东风5C 更多的是一个底气和核威慑的存在。现代国际上，除了中国，也就美国和俄罗斯具备这样的能力。而俄罗斯的情况大家也都清楚，所以如今的较量其实就是美中两国的较量。随着后续核弹头更加小型化的技术突破，那未来东风5系列洲际弹道导弹将会是人类和平稳定的镇球之宝之一。本期武器讲堂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和大家继续探讨一款更加小型的武器，我们下期见。